很多人小时候都幻想过有一天能够走进飞机的驾驶舱，坐在飞行员的位置上，亲手驾驶一架飞机从地面离开。后来我们长大了，绝大多数人不会真的成为飞行员，但模拟飞行很神奇，它给了普通人另一种靠近天空的方式。我们未必能够拥有一架飞机，但至少可以体验成为飞行员是什么感觉。而玩的越久呢，你越会发现，决定沉浸感的很多时候不是画面，不是云层，不是机模，不是光锥，也不是帧数，而是你的手最后落在了什么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小仙，我们真的好久不见啊！今天这期呢，我们就借易胜新出的空客 TCAS 面板和大家聊一聊飞行外设这件事情。TCAS 它的全称是空中防撞系统，你看到这块面板呢，大概就对应在飞机驾驶舱的这个位置。如果你刚开始玩模拟飞行啊，最先买的外设应该不会是它，你会先买摇杆、买油门、买角舵，或者先补齐一些更基础的飞控设备，毕竟它们能够立刻给你的基础飞行带来一些变化。但 TCAS 不一样啊，它不是那种最常被拿出来秀操作的区域，可它恰恰很像驾驶舱里那些真正属于流程的部分。平时呢未必是主角，但一旦进入到具体的场景，你一定会用到它。例如跟管制沟通之后，应答机代码的输入、模式的切换，以及在各种联飞环境里根据流程所做的对应操作。这些动作呢放在屏幕里当然也能点，但是鼠标和实体按真的不是一回事儿。鼠标操作本质上还是在操作一个软件的界面，而实体的面板是在完成一个飞行动作。你不需要去找光标，不需要去在屏幕里对准一个很小的按键区域，也不会因为点错一个按钮而把整套的节奏打断。飞行外设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它把原本都挤在屏幕里的功能重新分配回你的手边。当我第一次拿到这块面板的时候啊，第一感觉是哇，它怎么这么小？小到你真的会怀疑这是官方说的1:1吗？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A320 真机 TCAS 这块区域的尺寸，大概是在148毫米乘66毫米之间，而易胜的这块面板官方给到的数据是146乘55毫米，至少它从平面尺寸上来看，已经非常接近1:1的一个尺寸了。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把功能做得出来，而是在努力把这一整块原本的比例和感觉尽量的搬回桌面。像侧边的转角、按键下陷的深度、波段旋流的档位感，这些细节放在一起，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功能差不多的盒子，而是一块真正按驾驶舱逻辑拆出来的模块。就像面板上断码显示屏亮起来之后，字符形态跟真机对不对、显色干不干净，都会直接影响你对这块面板有没有驾驶舱质感的判断。如果预期不符，那种感觉会立刻把你的沉浸感打回原形。毕竟对于飞行模拟玩家来说，外设不是一个摆设，它是一个会在飞行流程里被反复使用的工具。这块 TCAS 的背面做了一个斜坡的切角，所以它可以很自然地摆放在桌面上，同时呢也支持形彩的一个安装。配合易胜自家的桌面扩展套件，到时候这块 TCAS 面板就可以和飞行管理系统 MCDU、油门台以及后续的 RMP 无线电管理面板、ACP 音频控制面板，慢慢的拼成一套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中央操作台。而这也是这类产品最迷人的一个地方，桌面上的东西呢也会一点一点从单件设备慢慢变成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系统。和家族里其他产品一样，接上底部的 USB 接口，官方的 CMA-APP 就会自动识别，你就可以在软件里做一些基础的设定，包括查看对应的按键代号，后面无论是在游戏里还是在第三方工具里做映射，都会方便很多。当然，如果你担心映射会不会很麻烦，也不用焦虑，因为易胜已经对微软模拟飞行2024、2020以及 Xputin 12这些主流的平台做了适配。具体首发支持的机模呢，我列在这张表上，欢迎自取。小时候我们看飞机是仰着头，后来我们在电脑里看飞机是隔着屏幕，再后来呢，我们开始买摇杆、买油门、买角舵、买面板，看起来像是在给游戏加配件，但其实呢，我们是在一点一点把那个遥远的驾驶舱往我们自己这里拿。我们不一定真的飞上天，也不一定真的拥有一套完整的模拟舱，但当你伸手去拨开一个开关，看它真的触发了眼前那架飞机的某个状态时，你会突然很具体的感觉到，那个小时候以为自己很远的世界，好像真的被你摸到了一点。而这类外设面板最打动人的地方，也许恰恰不在于参数，而在于它让这种靠近变得更具体了。
我是段阳胡小轩，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一期节目，欢迎点赞、评论加收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